现在的动画特效看着挺牛，但就是没有以前的动画的那种质感。80、90年代的日本动画简直就是日本动画的绝对黄金时期。你回忆一下，这不是会偶尔刷到一些视频，画面看上去异常精致，哪都在动，而且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再流畅也肯定不是 3D 做的。这就是这个时代最具特色的画面，核心是赛璐璐平涂工艺，色彩区分明确，无复杂渐变，阴影边缘清晰。但这种画法正常情况下都会选择比较概括的做法，比如人物发丝、服饰褶皱的线条之类的，都会画的比较简单。可偏偏我们看到的这个时期的日本动画阴湿的可怕。あなた知ってる？おばあちゃんから聞いたことがあるの。ね、うちに寄ってって。お父さんたちも喜ぶわ。那是因为这个时期的日本很有钱。是的，理由就这么简单，用钱堆人工，只要答得够多，画面你要多精细就有多精细。而且这个时期的日本动画似乎非常喜欢金发，现在大伙儿能看到的非常多的画面都是很艳丽的金发。关于这个呢，我曾经看到过一个言论啊，未必准确啊。当时的日本被欧美的文化冲击也是挺严重的，但由于人种差异，自己这边很难掏出那种金发碧眼、高鼻梁、大眼睛的演员，有一个选择就是自己画，也是这个时期奠定了一个大多数动漫角色眼睛都很大的基础。大概也正因为这条科技树，才会让现在的日漫往这种非写实的风格发展。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现在 AI 崛起了，偶尔能看到点用赛璐璐风格跑的年轻动画，各方面都挺有意思的。不过最近业内好像抵制 AI 的情绪越来越高了，人家毕竟手握版权，怎么说都是人家占理啊。2000年到2005年，虽然只有短短5年时间，但这个时期的日本动画反而很有代表性。这个时间点是日本动画的技术转型期，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大量新兴科技走向各方各面，赛璐璐手绘逐渐上数字上色加部分 3D 辅助过渡。要觉得这个时间才启用这些技术有点晚，要知道日本淘汰软盘这东西不过是几年前的事情。这个时间段的动画既有传统手绘的质感，又因为数字技术革新，画面的色彩更加丰富了。而且有一个特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更老的一些动画场景中的某些东西要动起来，比如说龙珠里面的一块石头要炸了，那么这块石头的颜色和背景的石头是会有一些色差的。而当时间来到2000年后，不少动画就没有这种情况了，但是同样的那种手绘质感也慢慢没有了，而且画面上最明显的那恐怕得是角色眼睛更大了，最经典的就是金阿尼了，那个灯笼眼真的有负盛名。抛开那些明显富的流油的动画，这个时间段的动画整体上是在变得更精致的。而之后的5年，从2005年到2010年，这个时期业界好像就开始有点偷懒了，动画的动变强了，那画面里的各种细节反而开始变少了，就好像摸清楚了量产动画的制作流程，形成了我们现在经常能看到的上色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个阴影和一个高光，能明显感觉到这里面的高效率。不过这个时期也正是动画行业产量暴增的时期，已经有了现在这种一个季度几十部动画的势头，只能说好坏参半吧。但这个时候有些动画公司开始动起来了。时间来到2010年，从这个时候开始用一个词概括，那就是精准。科技进步带来的革新绝对是最明显的，线条更加流畅，3D 技术也让动画中能明显看得出运镜这个概念，同时高投入、高制作、高营销的动画商法开始拉开序幕，这绝对是好事。从这个时间开始，几乎每一年我们都能看见苹果那种高规格制作的动画，这种做法甚至一直持续到了现在。这个时间开始，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差异开始变大了，你能直接从一部动画就看出这个动画是哪个公司做的，这个公司逐渐开始各显神通了。其实最早拉开差距的应该是 Ufotable， 这个放现在的绝对顶流，看见那种光污染动画基本上第一反应就是飞碟社做的，而飞碟社很早就开始着手自己的技术革新了。那他们做了什么呢？在2007年他们做了空之境界。空之境界的画面哪怕放到现在也依然是非常高水准的动画，但找资源的时候频繁出现的 720P 都在提醒你，这是一部上了年纪的动画。大伙儿看了鬼灭之后，咱不谈剧情节奏咋样吧，应该肉眼可见那个无限城的超绝画面吧，这背景运镜放在以前那是想都不敢想啊，这就是飞碟社不断强化自己的技术最好的证明。而当我们说起线条简单、画面干净、动画基本不会崩，让我来想的话，那基本上能想到的就是 PA 了。PA 这个公司，你很难说它的画面有什么很明显的特点，但就是干净，就是看着很舒服。同时他们做的动画大多都是那种偏活泼的题材，可以说是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现在也是形成了非常鲜明的风格。在几年前 PA 一直有个称号叫小金阿尼，所以说两家公司确实很像，都是那种小作坊模式，产出的动画也都是那种比较精致的。其实从早年的 Angel Base 到后来的朝花夕拾和白香，再到最近的 PA 饭，确实能看出这家公司在画面上十足的进步。但是吧，这家公司的科技树有点跑偏了，据说他们为了做天穗之孝道这的动画，
啊，专门去种了水稻。按照现在日本这个米价，他们可能真走对了呢，说是吧？反正都说到了金阿尼，那一起说了吧。金阿尼在某一段时间其实还是有点成绩的，特别是他们搁那做五彩线和干城的时候，当时大伙儿的第一反应是我靠，京都卖肉；第二反应是50铃真的有点说法在里面。这就是从2010年到现在，金阿尼不能说是转变，而应该说是成长。从冰果开始那个画面，那种柔软程度肉眼可见的在不断巩固。干城和五彩线固然让人失去了信心，但是金吹的出现又成功的力挽狂澜。别问狂澜是哪来的，特别是第1集的第8集。他の奴らと同じになりたくない。だから私はトランペットをやってる。特別になるために。啊，比如金吹3，兄弟你一定是做噩梦了吧？哪有什么金吹3？继续睡一会儿吧。乖啊！而在紫罗兰之后的金阿尼画风其实有了一些改变，逐渐开始剥离他们最出名的灯笼眼、京都脸，开始往写实方面狂奔了。金阿尼返祖了，让我们期待一下20世纪电气目录的表现吧。有变的，自然也有不变的。安基社就是这样一家公司，当然我不说他们在技术上不思进取啊，毕竟跟不上时代早就饿死了。但当我们提到班机社的时候，总会提到一个概念——魂，安基魂。这就是不论技术如何进步，安基社至今都没有抛弃的东西。这种线条变化带来的画面张力，那种粗放狂野的镜头变化，小魔女学园如是，动物新时代如是，金吊大瓦天使如是，都是这样的画面。你可以看出他们对于作画的执着，当然他们也做那种大家爱看的商业动画，33是古力特、迷宫饭，这些都是他们做的。但哪怕是这样的动画，你也能在画面上看出那种刻意制作的手绘痕迹，你大概可以一直相信班机社。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是凯基，我想和你聊聊动画。